今天收到一个热心的粉丝朋友给我寄过来的当地的主推的一个茶树品种的一个鲜叶，有8斤重的样子，到现在呢已经40多个小时过去了。我非常着急，我们打开看一下鲜叶的状态，看一下，尽管40多个小时过去了，这个鲜叶目前的状态还很好，上面还有表面水还有一些，因为这个箱子嘛，虽然是纸箱子，但是没有戳洞，所以还是一个密封的状态。这个呢是他给我寄的，他自己用这个品种做的茶样，到时候我们茶叶做出来之后，我们这2个在一起再出一期茶叶审评的一个视频。今天厂里的碳青槽都用着，也没有多余的碳青槽，我就把那个碳青架推出来，将这个鲜叶晾在那个碳青架上面。黄观音这个品种啊，它是和金观音呢是姊妹品种，它们都是通过这个人工杂交选育出来的。它的父本呢是铁观音，母本呢是黄金桂。黄观音呢，它更倾向于它的母本黄金桂。黄金桂我们都知道啊，它做乌龙茶有通天香，所以这个品种呢，它做得好的话，它的香气也是很不错的。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种。我拿在手里感觉它这个芽叶还是和我们这边的黄金茶不大一样。黄金茶呢，它比较柔软，这有可能是它本身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几天有40多个小时过去了嘛，它茶叶呢它有点老化了，稍微吹干一点表面水，到太阳下晒一晒。这个太阳晒呢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呢，这太阳这个光线啊，它能够激发一些酶的活性，能够增加一些香气的前体物质。再一个呢，它提高温度，它也可以提高酶的活性。还有一点就是走水也会更快一点。像这种乌龙茶的品种呢，我打算晒得重一点，晒半个小时再看看。这里呢是我朋友的厂里，这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黄金茶，可以看到这个茶叶呢要比那个黄观音要柔软一些。朋友他出去呢委托我将他的茶叶给他翻一翻。那么之前呢我也讲过红茶的加工，有手工的，有机械的。这次呢是用这个黄观音这个品种，我会讲得更细一点，就把它分为几期，每一个环节都讲得细一些。如果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好的经验，也可以和我互动，私信也好，在视频下面留言也好，我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红茶在萎凋当中呢，它的水分呢一开始是走得比较快，中间慢一点，后面快一点。那么它的水分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叶背面它是有气孔的，通过这个气孔散发出去。这个气孔呢，它因为叶边缘和这个主脉的附近它多一点，所以这个叶边缘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水分走得快嘛，它这里叶边缘就卷起来了。还可以通过这个叶表面，这个表面再散发出去一部分，特别是这种比较嫩的啊，像在这个地方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这里呢它的原料它的鲜叶会嫩一点，那么这上面的蜡质层薄一些，它的也会通过这个表面散发出一些水分。因此呢，像我们采这种一芽三叶的话，一叶和二叶散发的快一点，三叶会散发的慢一点。如果采的这种原料呢，采一芽三叶的话呢，它的走水就不太均匀，这就比较考验我们的萎凋的技术了。如果我们采茶的时候，这边是一芽一叶的，这边是一芽二叶的，这边是一芽三叶的，那么我们做茶就难度非常的大，就相当于这边已经萎凋好了，这边还没有萎凋到位。因此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源头抓起，要采摘要达到标准。我们实际生产当中呢，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萎凋的程度，主要就是把握一个度，就是让萎凋的这个程度均匀。那么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萎凋槽萎凋。萎凋槽萎凋呢，就是要通风和加温。那么通风到底是通多少风呢？摊叶厚度多少？一般呢，我们是将这个鲜叶摊在这个萎凋槽上面，这个风吹它不会吹出这个空洞，
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如果你可以调节风量的话，那么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就是这个风量啊，先大后小，先快后慢。其次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尾雕槽的这个温度是30到32度之间，不要超过33度。那么尾雕的时间呢，和你胎叶的厚薄、和你的风量的大小、和你的温度都有关系。你胎叶厚一点，可能尾雕时间长一点；胎叶薄一点，尾雕时间短一点。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做茶过程当中我们讲的看茶做茶了。尾雕的基本原则，基本要达到颜色变暗则而不断。其次呢，因为我们做茶过程当中，因为品种不一样，有些品种它需要重尾雕，有些品种可能轻尾雕。还有就是我们的产品不一样，有些它需要花香，有些需要蜜香，有些需要果香。这个尾雕的程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来把握。要花香的你就尾雕轻一点，果香尾雕重一点。黄观音这个品种呢，我是第一次做，这个鲜叶呢也是邮寄过来的，路上一路颠簸呢，鲜叶的也受到了损伤。其次呢，这个鲜叶的原料比较老，1压3、4叶。那么在尾雕的后期呢，我会进行这样一个堆青处理，也就是将尾雕叶呢，堆积在一起。通过堆青呢，它的水分叶梗的水分会再向叶片再走一点。其次呢，它里面的温度也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也有利于这个茶叶的尾雕，也有利于后面的揉捻。现在半个小时到了，我就要将它放到揉捻机里进行揉捻。